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到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：女人过了50岁，少穿花哨衣、紧身裤，这6个高级感穿衣搭配更显贵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50岁对于许多女性而言，是优雅与自信的黄金期。这一阶段，穿衣打扮确实需要一些巧思，既要摒弃浮夸装嫩的风格，又要透出年轻与高级的气息。你或许也发现，明明穿着相似的衣服，身边却有人总比你更好看，更有气质。其实那恰恰是一些细节的巧妙处理，悄然决定了整体的品味与风格。本期咖啡屋将为你揭示50家女性在穿搭时应把握的关键策略，通过颜色、版型、层次、配饰等精微之处，点亮优雅魅力，一步一步学会这些技巧。你会发现在衣橱里，每件单品都能被赋予从容与时尚感。策略1：扬长避短，发掘自身亮点。穿衣打扮最首要的是了解自己身材的优缺点，只有真正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，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穿搭风格。50岁的女人也许身材已经微微发福，这是时光沉淀的痕迹，无需为此太过焦虑，学会接受它，再去懂得如何修饰它。比如手臂上肉肉比较多，显得上半身比较粗壮，那么可以选择中袖或者7分袖的上衣，将注意力转移到手腕处，以起到很好的减龄效果。腹部有小赘肉的，可以选择略宽松的针织短袖，针织材质本就柔软，在腰部会形成自然的褶皱，这样就可以遮住我们的小肚子啦。下半身双腿较粗，又或是梨形身材的姐妹，可以选择一条 A 字半身长裙，裙摆一盖，所有的不完美都能被修饰掉，还能给人温婉的女人味。谁说老了就不能迷人？掌握了自己身材的特点，就能掌握时尚的穿搭。所以第一步，大家一定要打好基础，做到充分了解自己。策略2：莫兰迪色调，温柔内敛的诀窍。若马卡龙是可可爱爱的少女心，那么莫兰迪就是温柔内敛的成熟风。想要显得年轻又不想给人装嫩的感觉，可以尝试一下莫兰迪色调的着装。莫兰迪色调总给人低调内敛的感觉，虽然色彩丰富，但饱和度却很低，仿佛蒙了一层淡淡的雾气，不会亮得那么抢眼，却温润如水。烟粉色7分袖亚麻薄衫，搭配上灰色直筒半身裙，这样的粉灰配色十分高级，既温柔又不是稳重感，非常适合年过半百的女性穿搭。也可以试试紫粉色衬衫搭配燕麦色的抽绳阔腿裤，慵懒松弛，又有着成熟女性的知性和淡然，浑身都散发着迷人气息。浅灰短袖加深灰长裙的组合，不仅从视觉上更有层次感，而且也会显得更高级，给人淡雅从容之感，不疾不徐，清风宜人。选择莫兰迪色调还有一个好处是，不管你什么色系组合在一起都不怕踩雷，这种温柔如水的颜色，怎么搭配都会很好看。策略3：摆脱束缚，舒适至上。进入50岁，经历过风雨，也收获了从容与智慧。这个年龄的女性，往往更加懂得生活的真意，不再急于取悦外界，也无需迎合流行眼光。她们开始学会为自己而活，把舒服与自在放在首位，在穿衣打扮中寻求内心的平衡与安宁，不必刻意追求浮华的潮流。一身白色亚麻休闲装，轻盈透气，松弛自然，既没有紧绷的压迫感，又能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出成熟女性的自信与底气。一袭樱花粉色的素雅连衣裙，
则仿佛是为这个年龄量身定做的温柔盔甲，温润优雅之中保留着少女般的灵动与美好。而百褶连衣裙的选择更是恰到好处，层次感十足却不过分张扬，不仅舒适耐穿，对身形的包容度也极高，即使配色稍显明亮，也能自然衬托肤色与气色，让整个人显得精神又有光彩。真正的穿搭不是取悦旁人，而是让自己身心都感到轻松愉悦，而这才是50岁女性最动人的风采。策略4，选对颜色，减龄提气色。很多人显老，问题往往出在颜色选择上，高饱和度的亮粉色，大面积暗沉的黑色，或是与肤色相近的卡其色，稍不注意就会显得又土又没精神。50+女性选色要记住2个核心原则：提亮肤色和降低饱和度。鲜艳色容易暴露肤色暗沉，强行装嫩反而显尴尬。纯黑色全身穿会压气色，尤其夏天容易显得沉闷压抑。卡其色如果面料没质感，穿起来像裹了块抹布，瞬间显老10岁。相比之下，更推荐大家尝试基础色和流行色结合的方式，搭配的服饰以低饱和度为主体，看起来会更加耐看。如果不知道如何搭配，可以尝试成套的同色系穿搭，比如一身白的穿搭堪称懒人显白神器。白色自带反光板属性，全身同色的搭配能在视觉上形成连贯的提亮效果，暗沉肤色也能衬得通透有光泽。不过想要穿好一身白，也要注意层次与质感，选择剪裁合身的衣服，加入适度露肤，会显得没那么单调。策略5，讲究质感，穿出好气质。衣服的质感往往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，不仅关乎舒适与耐穿，更直接决定了整体气质的呈现。对于50岁左右的女性来说，穿衣打扮不再只是追求潮流和样式，而是更注重品质与内在的表达。那些看上去样式时尚却用料粗糙的衣物，可能穿不了几次就起球、变形、掉晒，不仅拉低整体气场，也让整个人显得不够讲究。这个年龄阶段，更应舍得在面料上投资。一件好的真丝上衣，轻柔贴肤，自带优雅的光泽感；一条棉麻材质的连衣裙，透气亲肤，恰如其分地演绎出夏日的清爽与自然。这些天然面料不仅舒适度高，也最能衬托出气质的高级与从容。不必追求衣橱的多而全，与其买一堆穿不久的快时尚单品，不如精挑细选几件经典而优质的款式，哪怕价格稍高，也值得长期陪伴。此外，细节同样不可忽视。一件衣服的做工是否讲究，往往体现在看似不起眼的地方，比如走线是否平整，纽扣是否牢固，袖口领口是否容易变形等。这些小细节恰恰是决定衣服质感的关键所在。再适当搭配丝巾、珍珠项链、皮带等有质感的小配饰，整套造型就自然显得精致有品味，真正穿出了50岁女人应有的气场与风韵。策略6，掌握配饰技巧，简约却不简单。说到提升穿搭时尚感，配饰绝对是4两拨千斤的关键。50+女性驾驭配饰的精髓在于少而精，用简约单品打造记忆点，避免过度堆砌反而显得累赘。比如一条波点丝巾随意绕在脖颈间，或是系在手提包手柄上，瞬间为基础款穿搭注入优雅灵魂。珍珠元素更是永不过时的选择，小巧的珍珠耳钉、细链条珍珠项链，能让普通的白衬衫、牛仔裤搭配立刻显贵3分。
金属配饰则建议选择哑光质感的款式，如磨砂银手镯、金戒指，叠戴1-2件点缀指尖或手腕，低调中透着品味。配饰与服装的搭配，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风格呼应。如果你随便搭配，风格冲突，配饰就是减分的存在。搭配之前，一定要对自身进行风格定位，让配饰与服装彼此呼应，相辅相成。比如休闲风搭配中，戴棒球帽、背帆布包就显得很协调。说到配饰，50-60岁女人适合戴手表还是手镯？看完这3组对比就懂了。因为有好多姐妹都吐槽，日常总是把这2种首饰戴错，实在是傻傻分不清楚到底该怎么戴。接下来咖啡屋和你分享的是，手表和手镯这2种首饰到底如何选？1、50-60岁女人适合戴手表还是手镯？1、看场景选。在不同的场合，配饰的选择同样需要因地制宜。尤其是手表与手镯，它们虽都佩戴在手腕间，却各有其适配的时机与气质表达。在通勤和商务场合，手表无疑是更契合的选择，不仅是计时工具，更是一种生活与工作的态度象征。在职场这个重效率、讲秩序的空间里，佩戴一枚简约有质感的手表，不仅能够精准掌握时间，更能悄然传递出你的职业素养与自律精神，彰显干练果断的形象。而那些设计简洁、色调低调的金属表或者皮质表带手表，更是职场女性的气场加分项。但当我们走出办公室，走进朋友聚会或轻松社交的场合，佩戴手表反而会显得过于严肃与正式。这时候不妨摘下手表，换上设计感更强的手镯，无论是简约风格的金属圈，还是带有珠饰、几何元素的创意手镯，都会立刻打破沉闷，为整体造型增添灵动感和时尚氛围。尤其在派对或晚宴等需要穿着得体又略带个性场合，一只独具特色的手镯往往能成为造型的点睛之笔，提升整体时髦度，展现出更加柔和灵动的女性魅力。2、看穿搭风格选。当我们选择现代感强烈的服饰时，比如利落的衬衫、西装、修身长裤等，这些单品自带干练、率性气场，就特别适合与线条简约、造型感强的手表搭配。尤其是金属质感或皮质表带的手表，既能强化造型的力量感，又能自然融入职场或都市风格中，让人一看就感受到独立女性的利落与果敢。而当我们换上更具女人味的优雅风穿搭，比如飘逸的印花连衣裙、柔美的雪纺上衣、垂坠感强的半身裙等，则更适合佩戴手镯。无论是光泽温润的玉镯，还是端庄贵气的金镯，圆润质感与女性柔美气息天然契合，能够在举手投足之间悄然释放浪漫与温婉，打造一种若隐若现的精致氛围感，彰显中年女性的沉稳与从容。而如果在风格不匹配的情况下硬性搭配，比如穿一套西装却带着一只玉镯子，就容易出现风格冲突。现代感的利落线条与玉石的柔和质感难以协调，往往会导致整套造型显得突兀割裂，甚至让人误以为穿错了饰品。而当你换上柔和的连衣裙时，再搭配上同样温润的玉镯，立刻就能形成风格上的默契，显得既自然又优雅。3、看长相气质选。脸部特征与首饰之间有着微妙但极具影响力的呼应关系，五官风格的不同，决定了你更适合佩戴什么样的首饰，来帮助整体气质达到和谐统一。如果你的长相属于温婉型，
比如脸型偏圆润，轮廓柔和，五官精致偏小，整体气质显得温柔内敛。这样的面部特征在配饰的选择上更适合走柔美路线，像翡翠手镯、珐琅手镯、细链手环等，这类线条圆润、材质温和的首饰，与本身的五官气质能自然契合，不突兀、不抢戏，反而能巧妙衬托出东方女性独有的温婉恬静之美。佩戴这样的手镯，在举手投足之间自然流露出亲和力和温柔气场，提升整体气质的细腻与优雅。而如果你是属于五官立体、线条感强的硬朗型长相，比如眉骨突出、下颌线明显、眼神有力量感，这类女性往往自带强气场和大女人风格。在配饰选择上，建议更加果断利落的手表作为首选。金属质感的表盘，简洁利落的线条，能强化面部特征带来的力量感，凸显出女性的自信与独立，尤其适合职场或都市穿搭。与其选择过于柔美的手镯削弱本身的硬朗气质，不如利用简约现代的手表来放大自身的利落感与稳重感，形成一种自带锋芒的女性力量美。2. 不管戴手镯还是手表，掌握这些方法才能有效佩戴。1. 选手镯和手表之前，先测量自己的骨架、手腕维度。大家都知道，买衣服要测量身体维度，戴首饰也是如此，要看看自己的维度才能选尺码。比如戴手镯和手表之前，我们得看看自己的骨架大小和手腕的维度。如果你的骨架较小，手腕纤细，那就推荐你选择细巧精致的手镯或小表盘手表。而骨架较大，手腕偏粗的姐妹，可以尝试宽板手镯或大表盘手表，避免首饰在手腕上显得过于小气。测量骨架维度的方式也很简单的，直接用软尺测量手腕最细处的维度，根据这个数据挑选就对了。2. 选款式，尽量选经典百搭的设计，别追求夸张。选手表和手镯，真的不能跟风追求潮流款，乍一看好看却不怎么百搭。选首饰，咱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百搭性，所以更推荐你选择经典的素圈金手镯、金属表，这些款式不会因为潮流的更迭而过时，还能和各种风格的服装搭配。3. 不要同时佩戴3种以上首饰，容易用力过猛。很多人总喜欢把各种首饰佩戴在身上，以为这样显得有钱有品位，实则给人一种用力过猛感。不信你看，下面这样的佩戴方式是不是显得眼花缭乱，暴发户感很重，根本找不到重点。当你的全身佩戴过多的首饰，会让整体造型显得繁杂凌乱，美感降低。在手腕和手表之间，我们2选1就行了，也别同时佩戴很多款手镯，建议一边留白一边戴首饰，不然容易产生冲突感。最重要的是，保持首饰之间的呼应和平衡，才能突出重点，展现出优雅得体的气质。3. 戴手镯、手表时这么穿解锁潮流感。1. 直线条感穿搭配手表，打造利落感。戴手表的时候，建议大家多搭配直线条感的服装，自带利落干练的气质，与手表的硬朗线条相互呼应，可以有效地减少整体的繁琐感和厚重感。比如垂感十足的西装裤搭配衬衫，利落有型，佩戴手表点缀，整体风格的统一感会很强。2. 新中式穿搭配手镯，尽显优雅贵气感。近年来，新中式风格大热，它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巧妙融合。穿新中式服饰的时候，大家别忘了佩戴手镯呀。当新中式服装搭配手镯时，那种优雅贵气的感觉就被彻底激发出来。
你看下面的阿姨佩戴和田玉镯，与服饰相互映衬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东方女性的独特魅力。3. 戴手镯、手表时，挽袖子或穿无袖增加留白。戴手表和手镯的时候，在手臂处适当的留白能给首饰展示的空间，并且让首饰更加突出。你可以挽起衬衫袖子，露出纤细的手腕和精致的首饰，或者穿无袖的上衣或连衣裙，大面积的肌肤展露，让首饰成为视觉焦点。归根结底，首饰的选择关乎着我们自身气质和身份的彰显，尤其是手表和手镯，看起来好像都是戴在手上的，没啥区别，但实际上，这两者风格差异很大的，用处也不同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、穿搭风格来选择，而不是一昧跟风或者乱戴。50而知天命的女性，用心经营自我，从容面对岁月，从不试图迎合年轻俗气，却也不甘平凡。正如选择合身的剪裁、低饱和的莫兰迪色、精致得体的配饰一样，每一处细节都恰到好处，既是对生活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宠爱。你无需被过分花哨的设计或潮流裹挟，更不必因为年龄增添束缚。真正的高级感源于舒适与自在，从容与质感，优雅与自信的和谐交织。当你学会扬长避短，选对适合自己气质与体型的单品，一切花哨与紧身都不再必要。当你顺应内心，对美有精致的坚持，无论是一件真丝上衣的温润光泽，还是一条高品质棉麻裙的质朴亲肤，都能诠释一种温柔而坚定的生命态度。仪态的端正，配饰的有度，衣着风格的和谐，将你原本蕴藏的气场与魅力静静展开，盛放光芒。愿每一位步入黄金期的女性，都能在简约却精致的穿搭中触及内心的自由与美好。当你用质感感染生活，当你用配饰表达态度，当你以仪态彰显力量，你的每一次出场都将宛若回眸，优雅绽放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